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中国男星于朦胧蹊跷离世已经有1月有余。虽然中共方面呢坚持封杀相关的消息，但是网友们还在凭借着一己之力拼命的在挖掘真相。此前呢，有疑似知情网友传出消息说呢，中国已故男演员乔任梁的遗体在北京的798艺术馆，而于朦胧的遗体则在启浩艺术馆。2025年10月15号，有管频道204档案的2位博主再次使用 EVP 仪器尝试和于朦胧的灵魂接触，问到什么时候他的冤案会明朗化。于朦胧回答说是10月18号。博主问他的遗体在哪里时，于朦胧的灵魂也做出清晰的回答：那不是在798艺术馆，那是在哪里？那么诡异的是，7号艺术馆中庭陈设最近新上的展览《界》中有个作品叫做《追鱼》。有网友留言疑似洗地，这个东西在中庭展示，谁去都可以看呢。应该是2025年5月左右的，现在应该是更换作品了，不要过度解读。但是呢，作品却是真实存在的。也有人指出，展览的关于名字“界”未完成的边界，朦胧作品的名称，还透露了什么呢？有网友给出了回复：鱼，白沙，烟雾般的朦胧。作品中特意强调了1988年的一个人，那么结合起来，这个作品“界”的追鱼暗示了追杀于朦胧，通过献祭于朦胧以获取能量。但是呢，他到死都在抗争，就算被玩死也不受威胁，所以夺舍之人根本就获取不了能量。这不就和于朦胧说的参展作品未完成的边界对应上了？那么也有人表示呢，太多巧合了，这个艺术馆还可以再扒扒。看来网友们现在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了北京3个诡异的所谓艺术场所了。旅美视频人士李牧阳在其自媒体节目中引述知情人爆料，指出于朦胧生前的最后行踪。他被囚禁后，疑似先在北京的宝格丽酒店水疗区遭到非人的玩弄与折磨，导致出现将死未死的状态。后来呢，那伙人把他转移到江苏周葛科技公司继续折磨。就是有人在猫眼拍到于朦胧被人架着走的视频。接着呢，他们又把于朦胧运往阳光上东小区，制作坠楼的假象。终于，于朦胧的遗体被秘密转移到宝格丽酒店旁边的启浩艺术馆的地下室。据说呢，现在仍存放在该处的冷库当中。7号艺术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8号，旁边紧挨着北京宝格丽酒店，而且呢还有地下通道。那么关于于朦胧的遗体在7号艺术馆并非是空穴来风，因为已经有不少人都在质疑，于朦胧妈妈拿到儿子的骨灰很可能不是她的。据知情人士的披露呢，于朦胧在宝格丽酒店受虐期间，疑似吞下藏有重要证据的 U 盘，但被强行取出了。范世琦他们还拔了于朦胧的指甲，这个据说呢是暗网流出的于朦胧的照片。一名年轻男子在疑似医院的地方在抢救，而他的面容酷似于朦胧。在另外一张照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露在外面的手被缠上了绷带，应该是对手指甲被拔掉后的处理。而另外一张疑似是3D 列印的于朦胧的身体照片也流了出来。有人说呀，这可能是前段时间在于朦胧葬礼上拍摄的照片，而于朦胧真正的遗体仍在启浩艺术馆的冰库内。图片上呢有一句话说，与乔任梁同样命运，于朦胧3D 列印身影，遗体复刻技术让人毛骨悚然。此前呢，我们有讲过，在798艺术区的恐怖展品当中，有一个头颅和乔任梁十分的相似。那么也有人说呢，乔任梁遗体上的头部是用3D 列印上去的。有人也附上乔任梁生前的照片和工作人员疑似在制作模仿乔任梁头颅的照片，并且指出呢，我绝对相信这是3D 列印的，下巴壳上那个凹进去的纹路跟乔任梁的是一模一样。这是乔任梁葬礼上的遗体照片，这是网络上流传的另外一个版本，
刚才有听到最新的消息，朦胧的遗体被做成标本了，就放在798艺术区最地下区，不开放参观。他妈妈领到的不是他火化的遗体，真的太令人震惊了。是要多坏才能这样做？人去世了都不放过，用红线绑住他的鞋，是让他的灵魂不能超生及报仇。这些人真的是坏到无法想象。秘密通道曝光于朦胧视频有证据。7号艺术馆在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8号，紧挨着北京宝格丽酒店，而且呢还有地下通道，距离阳光上东小区也不远。这是宝格丽酒店秘密通往7号艺术馆的地下通道。有人冒险到这个神秘地下通道里探险，隔着屏幕都是满满的紧张感。网友们纷纷表示，这隧道我觉得大卡车都能够通过，这好像停尸房的冷宫柜子，太平间都没有这么阴森。故意做成这种墙，方便清理血迹吧？为什么是铁皮墙？很奇怪。有人给出了解释，铁皮墙隔绝信号。这么诡异的地方是哪里呢？有网友说，这是798。目前呢，我们还无法确定这是哪一个艺术馆的地下通道，但是整体气氛十分的诡异，这也让人联想到了于朦胧出事前就被囚禁在艺术馆的传闻了。这是于朦胧疑似与陆剧的温德瑞拉日记主演们一起开的一次视频会议，原本看似正常的工作交流，却被细心网友们发现，其他人的视频背景应该都是在自己家里，而于朦胧的视频背景却是水泥墙。我们两个就是笑到崩溃，就是韩青的扮演者，我们两个已经笑到崩溃了，然后导演在那边也是笑到崩溃了。因为温柔的词儿它很多，而且他嘴皮子非常非常快，然后有的时候那一说快就一下容易瓢了。网友们纷纷在视频弹幕中打字，又是水泥墙，好几次这样了。于朦胧身边的人都阴魂不散，为什么于朦胧一笑就捂脸？有人指出，他被囚禁在艺术馆的地下室。这个视频会议本来气氛活跃，但于朦胧似乎笑得很勉强，而且呢，他不自主地向后靠，身体摆动幅度很大，不像是坐在椅子上。再联想到上面网友拍到的地下通道铁皮墙，不禁让人感到细思极恐。有网友说，于朦胧给妈妈的遗书中就说到，他现在一间小屋里，他听着铁门外的声音就越来越害怕，那里便是艺术馆的地下室。于妈妈带回去的不是她的骨灰，她的遗体仍被冷冻着，而且她的心脏跟小脑全都不见了。在宝格丽宾馆作案案，再送去美术馆来做标本，一条龙作案。这些人利用着美术馆藏遗体，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黑暗与光明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是为了这位演员，也是为了我们所有的人。邪恶必须要受到惩罚，所有参与这起恐怖谋杀案的人和共谋都必须接受最严厉的惩罚。对此呢，有人表示，于朦胧死之凄惨远超想象，这就是魔鬼献祭。在于朦胧之前，有多少人以同样的方式离世，都是不了了之的过去。于朦胧的离世之所以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是因为人类觉醒的时间到了。于朦胧的离世唤醒了无数的年轻人。其实呢，关于于朦胧是因为献祭而离世的说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仔细想想呢，就会发现这更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陷阱。正在热播的陆剧《许我耀眼》由范世琦参演，里面有个情节引发了关注。一位于妈妈住在养老院，她的丈夫是支援新疆建设的英雄，她的儿子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只剩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这听起来呢，十分像是于朦胧的母亲的遭遇。
网称有多人参与折磨于朦胧的所谓17人饭局，就包括中共前总理红三代及光光。这名呢是叫做李明。据悉，李明是一名编剧，他在陆剧《雨尽长安》中编写了一个同名小说中没有提到的诡异情节。即太监皇帝信了术士的谗言，把与自己命格相配的皇子苏牧阳立为太子，然后呢，让他将来替自己挡灾续命应劫。皇帝还亲自安排了祭坛，并且还算好了时辰，计划在指定好的时间地点内把儿子送上祭坛。让人感到脊背发凉的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多年来听信各种风水算卦等，似乎有人提前算出他在2025年会走背运。对应到现实当中呢，就是从2024年的7月3中全会期间，习近平传出了脑中风的消息，随后呢，他大权旁落，他在军队中的亲信几乎被一网打尽。而2025年，他在中共内斗中更是占了下风，身体还是屡出状况。算来呢，这可能与今年是他蛇年的本命年有一定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正统的贤君圣主如果出现各种来自上天的警告，都会修身养德，躬身自省，施惠于民。但是到了习近平这里，却是反其道而行之。风水师马先曾在其自媒体节目中分析指出，于朦胧的遭遇很大程度上像是被习近平选来献祭挡灾罢了。两人生日相同，而且早在4年前的9月11号，就有人在网上发神秘贴文说呢，天命4年后的今天，朦胧飞升，到时便可知此意。据悉呢，这是有网友刚从知乎拔出来的。而今年的9月11号，于朦胧突然离世，日期完全吻合，似乎是有人专门设计好了剧本。于朦胧的生活非常的简朴，尽管作为明星，他在出席活动时衣着很有风度，但私下里穿的都是比较廉价的衣服。那么即使是这样呢，也挡不住他由内而外散发的光芒。网友形容他是美人面、文人范、将军骨、英雄魂。但让网友十分心疼的，恐怕是那件波司登羽绒服。于朦胧在为波司登羽绒服做品牌代言时，收到厂家送给他的一件红色羽绒服。他穿着这件衣服照了很多帅气的照片，结果他经纪人杜翔以公司保管为由收走了这件羽绒服，转手在网上就卖了。小玉只好穿着一件网上买来的200多块钱的棉服来过冬。就在大家为此意难平之际，2025年7月24号，有一次知情的网友在波司登网站上留言说，害怕惊恐，半条命踏进阎王殿，还专门指出是动年龄那个人。于朦胧阳光帅气，虽然已经快40岁了，但看起来呢只有20几岁的样子，因此这里专门提及冻龄那个人，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暗示于朦胧已经有生命危险了。那么如果听到这里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分析可能更让人心里发凉。于朦胧经纪人杜翔在公众面前几乎是时时刻刻都在盯着他，于朦胧脸上身上也经常是带着伤。有粉丝拍的近距离视频当中，可以看到于朦胧右耳边和侧脸似乎是受伤而贴上去的假皮。你可别说呀！啊，哥哥，好不容易又再见到你了，我从长沙回来的，从长沙过来的。我这个是信，你一定要看。然后我给你买了一个，你不是喜欢海绵宝宝嘛？然后给你买了一个潮牌的海绵宝宝的联名款的手链。于朦胧在2020年前后看起来都是十分帅气，但2024年11月3号拍摄的视频当中，他显得双眼无神，十分的疲惫。等一下，这个镜头是你们。在这几个视频当中，于朦胧表面强颜欢笑，
其实在偷偷的做求救手势。于朦胧所在的天娱传媒公司据新市国企，不但他和乔任梁这样的善良的艺人殒命，这些年还有多个年轻艺人不明不白的去世。有人指出，还有鞭策、本溪、田宗琪、任娇、吕佳荣都是一样的公司，这公司难道是专门杀人的吗？除了乔任梁不是坠楼，其余6个都是坠楼。这是一群怀揣着美好梦想、愿意追梦的少男少女们。他们热切的心并没有换来应有的成功，反而是在美好的年华中悄悄地凋落。甚至有些不愿向中共权贵低头的有骨气的年轻演员们，还在被秘密关在那些所谓的中共首都北京的某个艺术馆的地下室里面，甚至还遭受着不为人知的非人虐待。37岁本应是一个成家立业、事业有成的年纪，于朦胧的谦谦君子之气度，加上自身在唱歌、演奏、表演方面的天赋和后天努力，在正常的社会里，比如像是台湾，早就应该是跻身于顶流明星之列了。但在中共之下，他为了保持自身的清白，却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压、潜规则以及种种可怕的经历。直到他与公司摊牌，想和自己所爱之人结婚，也被严厉阻止。网上流出一则语音留言，据说是于朦胧的遗言。虽然很多人听了觉得都不像是他的声音以及说话的方式，但是个人觉得这更像是他在和自己心爱的女生道别。正如留言中所说，有些话我当面说不出口。亲爱的，不要再……哎呦，这个东西怎么了？好了，很抱歉用这种方式和你留言，因为有一些话我没有说出口。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故事总要有结局嘛，就剧本杀青了，以后的路就不能给你走了。你不好，一定要乖乖吃饭，每天早点回家。听到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又在嫌弃我啰嗦了？刚刚明明想了好一大段话的。从接下来就是希望你照顾好自己，天天开心。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点燃希望，为正义发声，请您关注看大陆节目，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见。